大家好，欢迎回到金融致富。这是一个与金融学博士共同成长，也同时是一个希望你生活变得越来越唯美的财商成长频道。如果你能遵照我们分享的步骤，我们保证你能领先一步。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观看我们频道的节目，请记得要点赞订阅，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每个人都能拥有宏大的愿景和伟大的终极梦想。但在实现伟业之前，我们需要脚踏实地，从一件件小事开始，从培养良好的理财习惯开始，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有效地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让我们能够稳步朝着梦想的方向前进。今天，我将与大家分享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通过以下15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来帮助自己养成吸金体质，一路暴富。第一件小事，知道你的钱去哪里了。对于改善财务状况，关键是要了解自己的资金流向。虽然不必详细知晓每月每分钱的花费，但至少要对主要开支有所了解，保持心中有个度量衡。生活中有许多小细节提示着你需要更加留意资金的去向。例如，当你经常发现在超市购物时，买的东西不多，却花了很多钱，这是生活在向你发出的信号。只要注意观察，你会发现许多商品的价格以98结尾，比如99.98元。这种定价方式让你感觉只花了90元，但实际上支出接近100元。这类开支逐渐累计，积少成多，这就是你的花费比想象中高出很多的原因。因此，定期回顾自己的账单，确保对资金的流向有清晰的认识，是未来调整支出的重要基础。第二件小事，在获得收入后，立即制定预算。一旦你收到主要收入，就应该立即规划从现在到下一个发薪日之间的花费。许多人一拿到钱就开始花费，结果导致距下次发薪日还有很长时间，但钱已经所剩无几。提前计算出收入中需要用来支付账单和日常开支的金额，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花费，确保你能稳稳的迎来下一个发薪日。在此基础上，你才能更好的利用剩余资金进行理财，并无后顾之忧的享受生活。第三个小事是每天对自己说一遍，我很擅长理财。也许每天重复一遍略显夸张，但给自己正向积极的心理提示是我们需要培养的重要心态。许多人忽视了心理提示的作用，认为这些只是迷信，不如实际知识和技术扎实。然而，事实上，积极正向的心理提示是实现良好转变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的大脑比我们想象中更具独立思考能力。当你告诉自己我肯定搞不定理财时，潜意识中的大脑会告诉你，既然肯定搞不定，为什么要费那么多功夫去学呢？不如放弃算了。相反的，给大脑传递积极的信号，它将更有效的吸收知识。第四个小事是帮助自己熟悉金融工具，了解税收、保险、基金、养老金、复利、杠杆以及借贷的不同类型和利息等金融专业名词是很重要的。虽然在生活的不同阶段，我们可能会接触到不同的金融工具，而且并不是每个名词都会立即对我们产生影响。然而，即使我们目前没有使用这些金融工具，我们也应该对它们有基本的了解。许多金融工具对我们的财务健康和长远发展都有深远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提前做好准备。例如养老金和复利，它们都依赖于长期积累。只有尽早了解这些工具，我们才能有目标的做出更明智的决策。第五个小事是不要单纯的为了存钱而存钱。储蓄本身是一件好事，养成储蓄习惯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在赚取1000元时无法存下100元，那么在赚取1万元时也很难存下1000元。然而，我们储蓄时不应该仅仅为了存钱而存钱，而是应该有一个具体的目标。银行提供的存款利率永远低于贷款利率，并且存款利息也低于通货膨胀。因此，没有目标的储蓄就是消极的理财方式，意味着我们眼睁睁的看着钱的价值逐渐贬值。如果5年或10年后取出这笔钱，它的购买力将大打折扣。因此，如果我们决定储蓄，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例如，为了拥有房屋首付而储蓄，或者为了建立紧急备用金而储蓄，这些都是很好的储蓄目标。
第6个小事是不断充实自己的理财知识。现在网络上充斥着大量免费的知识资源，如果我们不抓住机会来增加自己的理财知识，那就太可惜了。如果你在刷手机的时候只看搞笑视频，那么现在就应该开始关注一些理财博主，多关注一些财经资讯，不断充实自己关于理财和财务的知识，了解最新的金融趋势，不仅有可能在未来为你省下请财务顾问的费用，而且还能在做任何与钱有关的决定时，有意无意的做出更明智的选择。第7个小事是在餐饮上避免不必要的开销。许多人早上选择不在家吃早餐，而是去星巴克买一杯冰美式和一个牛角面包，这已成为金融城的 Jennifer 和 Steven 们的常规做法。你可能会辩解早上没有时间在家吃早餐，但实际上，准备一些便于携带又健康的早餐和饮品所需的时间与在星巴克排队的时间几乎没有太大差别。你可以简单的为自己准备一些水果，提前在超市购买一些早餐面包或低卡零食，甚至可以在前一天晚上用冷萃壶准备好冰箱里的咖啡。在餐饮上避免不必要的开销，不仅可以立即省下一大笔钱，还能让你在备餐的过程中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第8个小事是与有着相同财务目标的人相处。有些朋友总是会在你想要购物时认真的说，去吧，你值得更好的，他们让你一时感觉良好，但很快你就会后悔的看着家里堆满了一堆无用的漂亮物品，而存款余额几乎所剩无几。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严格按照预算生活，培养良好的财务习惯，那么当朋友邀请你出去玩时，你应该三思而后行。第9个小事是按照50、30、20的规则制定预算。这个规则非常直观，即从你的总收入中拿出50%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如房租、食物和通勤费等。然后你可以用30%的收入来提升生活品质，因为生活不仅仅是工作，还应该有娱乐和兴趣，比如和朋友聚会、参加爱好活动或订阅网络电视平台等。最后的20%用于储蓄或投资，是为未来打造的小金库。如果你发现无法按照这个比例进行预算，比如基本生活支出超过了50%，或者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享乐，那么你就需要调整生活方式和支出状况，甚至重新考虑职业发展和人生规划。年轻时不要追求虚荣，确保生活方式与收入相匹配，这是维持财务健康和未来规划的基础。第10个小事是拥有一个退休计划。退休计划需要长期积累，以确保我们在年迈时能够得到足够的保障。除了依赖政府的养老计划外，一些人会每月定投理财产品作为自己的养老计划，还有人选择投资房产，为自己的未来创建一项资产。无论选择何种方式，无论你是否相信政府的养老计划，每个人都应该至少拥有一个退休计划。第11个小事是将钱花在更有意义的地方。已经拥有一堆球鞋的你，是否真的需要那一双限量版的联名球鞋呢？如果你希望在美好的天气来临时，有足够的资金去海岛度过一个长假，摆脱整个冬天的阴霾，抛开工作压力，那么就不要把钱浪费在只能当做摆设、舍不得穿的球鞋上。花钱可以带来快乐，但将钱花在某些事物上，可能会带来比其他事物更高质量的快乐。第12个小事是了解物品的性价比。并非所有皮包都需要是奢侈品，许多普通品牌的质量和做工甚至胜过奢侈品。$2的葡萄酒只是色素糖精水，为了健康，我们不应该在质量上妥协。然而，大多数人根本无法分辨出$20红酒和$200红酒之间的区别。选择适合的产品而非昂贵的产品，能够在享受高品质生活的同时保持财务健康。实际上，我们可以学习老练的消费观念，即一旦发现优质商品就坚持购买。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新产品，但我们不必一直追求新鲜感，我们也不是带货主播，没有必要用自己的钱为这些产品提供免费的评测。有时候成为忠实的顾客能够为自己省去很多试错成本。第13个小事是不是所有时候都需要货比三家？在一些情况下，
货比三家是值得的，比如购买房屋，但在很多时候，货比三家是没有必要的，比如购买玻璃杯。当我们驾车奔波于几家商店之间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消耗的时间、汽油和精力也是一种成本。第14个小事是利用科技的力量。利用科技来改善自身财务状况已成为当下的新趋势。从大约5年前独立理财软件的出现，到如今几乎所有银行都提供手机银行服务，让用户能够通过手机更好的管理财务。无论是设定定期还款、快速记账，还是设置余额提醒，这些简便操作都能使我们的财务管理更加准确，避免人为错误，保护信用分数，避免支付不必要的利息或罚款，确保财务状况更为健康。第15个小事是不要过分压榨自己的财政。我们都知道，物极必反，理财也是如此。为了迅速改善财务状况，在短期内强行紧缩开支可能会带来快速成效，但一旦我们扭转了不良的财务状况，也要给自己一些放松的空间。过度压抑物欲可能导致反弹，过分节俭也会对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无论做什么都要适度，消费要适度，节俭也要适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那么，我们本期的财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这期的节目也一如既往，让你对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多了一些新的角度和思路。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和订阅哦，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这里是金融致富，我们很快又会再见了。